你有没有长时间逛街后走路走到脚很痛的经验啊？尤其是出国的时候，因为脚痛只能走走停停，那真的很扫兴哎。我有一个阿姨，就因为怕脚痛，干脆就不出国了。其实像这种平时不走路，一走久脚就开始痛的问题，很可能是胫后肌肌腱炎。胫后肌肌腱炎的特色就是它经常在大量使用之后发作，跟足底筋膜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会越走越痛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状况，想要逛街逛一整天都不脚痛，那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完哦。胫后肌肌腱炎不是我们传统认知上那种发炎哦，它更像是胫后肌肌腱开始病变的症状。这种症状会导致胫后肌失能，然后足弓慢慢塌下去。当足弓被踩扁之后，走路当然就会越走越痛喽。这时候如果不赶快阻止这个进程，恶化变成退化，就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了。不过只要胫后肌肌腱病变还没进展到退化，足弓都是可以练得回来的。按理来说，胫后肌腱应该非常强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胫后肌肌腱炎呢？要回答这类型的问题，其实都有一个通用的公式：负重加上使用量大于肌肉力量等于受伤。像是妈妈手啊、网球肘、跳跃膝都符合这个公式，套用在胫后肌上也一样。要正确使用这个公式，就要先了解这条肌肉负责什么动作。胫后肌负重时，动作就是提起内侧足弓。只要胫后肌力量不够，突然大量的走路、跑步，胫后肌腱就会受伤了。那胫后肌肌腱受伤会怎么样呢？从解剖图上来看，你可以看到胫后肌在脚踝的地方急转了90度，这里是最先承受压力的部位，然后慢慢往下，在脚底会分成很多条，紧紧抓住内踝6颗骨头。这就是第2个压力点，内侧足弓。你要知道的是，3个足弓里面就属内侧足弓最大，而胫后肌正是内侧足弓的直接力量来源。所以一旦胫后肌肌腱受伤了，内侧足弓的支撑力就会大大的减弱。那内侧足弓失去支撑会怎么样呢？正常来说，走路的时候跟地板接触的点会依序从脚跟到脚踝外侧，再到大拇指，最后垫脚尖，脚离开地板。当身体重量传递到2的时候，内侧足弓其实会稍微下沉，这个下沉就是胫后肌肌腱在缓冲，避免内侧足弓跟地面直接接触。而一旦失去胫后肌肌腱的辅助，内侧足弓的支撑力就会不够，2的地方就会下沉太多，胫后肌肌腱就会变成完全被拉长的状态，这就是常见的后天扁平足。后天扁平足在走路的时候，脚底和地面接触的路径就会从曲线变成直线，与地板接触的骨头就变成从外侧的头骨变成内侧的舟状骨，舟状骨又会直接撞击到胫后肌，所以只要有走路、跑步那些脚底受力的动作，整条肌腱就会开始痛。而长期的足弓塌陷还会造成足跟外翻、胫骨内旋、股骨内旋，衍生出一系列的体态问题，所以我们也常在膝盖痛的患者身上找到后天扁平足的问题。所以看到这里，胫后肌的问题，我们应该要越早发现越好，对吧？这边分享给你非常简单的检测方法。首先用看的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足弓。如果足弓不明显的话，就试试单脚垫脚尖，膝盖打直，大拇指用力往下踩，大拇指的脚背能不能轻易的垫到90度？初期胫后肌有问题的人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感觉到有点困难了。如果再加上走路的时候，脚底内侧的舟状骨周围会痛，那就代表你的胫后肌已经出问题了。建议快点去找骨科或是复健科医师，详细检查看看自己的胫后肌问题严不严重哦。你要知道，肌腱血液循环很差，受伤本来就很难好了，尤其在胫后肌上会更严重，因为我们每天都一定会站或者是走路，所以它损伤的速度往往会大于修复的速度。与其研究怎么伤后复健，我们更应该优先学习怎么避免受伤。那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几个运动，这些运动不仅适合那些胫后肌肌腱已经出问题的人，也同样适用于任何想要预防胫后肌肌腱受伤的人。这些运动能帮你重塑足弓的稳定性，减少胫后肌的压力哦。一开始翘2郎腿，找到足踝内侧骨头，再找到小腿的胫骨。胫骨就是从侧面摸起来突出的骨头，沿着这2个骨头边缘画一个 L 型，就是胫后肌。用拇指按压骨头后侧，并往骨头的方向推，压紧之后将脚踝翘起和放下，上下缓慢移动12下，一天做3组。当肌肉和肌腱重复受伤时，内部会堆积许多疤痕组织，这些疤痕就像是组织内堆积的垃圾。对于这样已经受伤的肌肉，仅仅进行拉筋是不足够的，
此时需要透过按压的方式来增加组织内的血液循环，以清理这些垃圾，才能够把垃圾清理干净哦。小腿后肌伸展，双手肘靠墙，呈现弓箭步的姿势，前脚膝盖向前弯，后脚脚跟正对后侧，紧紧地踩在地面上，不要外翻或内翻。这时你会感觉小腿正后侧紧紧的，维持30秒。这边稍微提醒一下，如果你的年纪大于60岁，要伸展60秒哦。30秒之后，把前脚交叉跨越中线，把前脚膝盖向前弯曲，后脚脚跟紧紧地踩在地面上，不要外翻和内翻。这时你会感觉小腿偏内侧紧紧的，停留30秒。最后把脚往外打开，再伸展一次。这时你会感觉小腿偏外侧紧紧的，停留30秒，每天做3次。这个3方向伸展，除了可以矫正跟骨的位置，也可以伸展到小腿肌群不同的纤维。足弓塌陷的人往往伴随跟骨外翻，跟骨外翻会导致小腿肌腱缩短。我们可以多多做这项伸展，矫正跟骨的位置，顺便伸展小腿后肌。胫后肌诱发训练，胫后肌的动作是足部的内收、直屈，还有内翻。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阻力运动来诱发胫后肌。一开始绑弹力带在脚踝上，将脚踝先往外打开，接着固定大腿，让脚踝抵抗弹力带，并往内转动。一边往内转，然后把内侧足弓翻起来。过程中脚不要抬起，往内的过程慢，往外的过程也要慢。用5秒的时间往内移动，再用5秒的时间往外移动，反复15次，每天做3组。4阶段垫脚尖训练。第1阶段，一开始扶墙，脚跟夹一颗按摩球，用保特瓶也可以，一边夹一边垫脚尖，重心放在大拇指上，脚踝不要外翻和内翻。往上夹时，足跟尽量互相靠近。垫脚尖的高度尽量指骨与地板呈现90度，这动作可以矫正足弓塌陷造成的足跟外翻，也可以训练胫后肌与足弓周围的小肌群，停留10秒，一组10下，1天做3组。第2阶段，训练完后可以变成单脚垫脚尖，扶着墙壁，重心放在大拇指上，脚踝不外翻还有内翻，速度越慢越好，往上到底停留10秒。放下，一组10下，1天做3组。第3阶段，单脚垫脚尖的能力训练完之后，我们继续进阶，找一个阶梯，垫到底后，慢慢的放下来，直到脚跟低于大拇指，慢慢上去，停留10秒。再慢慢放下，停留10秒，一组10下，1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可以让小腿肌腱与足底筋膜有完整的向心还有离心收缩，也可以训练到胫后肌向心还有离心的能力哦。第4阶段，同样的动作进行负重训练，重量放在哪只手都可以，慢慢上去，停留10秒，再慢慢放下来。停留10秒，一组10下，1天做3组。肌腱的训练跟肌肉不同的是，最后需要加入速度训练，像是跳跃的动作，才可以训练到肌腱的弹性。增强式跳跃训练，初阶用垫脚尖的方式把2只脚都跳起来，不用跳得很高，但是速度要快。中阶接着尝试单脚垫脚尖跳跃，加入前后跳或者是左右跳。进阶，最后双脚跳跃，加入臀推或者是手部的动作。如果没有时间运动，可以养成随时做垫脚尖训练的习惯。等电梯垫脚尖，蹲马桶垫脚尖，排队垫脚尖。每个人其实都很需要做垫脚尖的训练，强化大拇指根部往下踩的力量。可以说，只要脚有问题，每个解决方案里面一定都有垫脚尖的训练。今天这部影片让你了解，胫后肌肌腱是内侧足弓的主要支撑。当胫后肌的力量不够，会导致后天扁平足，破坏健康的步态，让脚越走越痛。不过，只要在肌腱病变之前多练习今天跟你分享的运动，足弓都还是可以练回来的。
负重加使用量只要大于肌肉力量，就容易受伤。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公式默念几次，甚至把它背下来，因为大部分脊骨系统的问题都是这样产生的。想要不受伤，可以提高肌肉力量，或是减少负重还有使用量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，往往会因为年龄、姿势或者是使用习惯而变来变去。下次当你感觉自己好像快要受伤的时候，不妨先停下来，观察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借此来选择减少使用或者是加强力量。由于在很难痊愈的肌腱上，与其研究伤后复健，我们更应该优先学习如何避免受伤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